我在用的日本旧文软件上个月给我推送了一篇10年前同一天东洋经济杂志的评论员文章，是讲当时中国房地产泡沫也许已经大过了1990年的日本。那跟中国相关的内容我肯定又倒回去看了嘛，然后就上下翻了翻其他的文章，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是一些在2013年底发表的关于日本失去了出口拉动经济的能力，以及过早透支了经济内生动力的预测文章。作者都是东京大学一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或者是日本政府核心经济部门的前官员，都是日本当代经济领域比较重要的学者。今天我将分享这些文章的大意，10年过去了，看看他们说的准不准。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先点赞关注哦。后美国次贷危机时代，对于日本而言，最大的影响是这场动荡彻底改变了主要国家的国际收支。首先是美国，在90年代初期，美国的常规账户基本是平衡的。之后，美国维持了金融宽松政策，导致消费和住房投资增加，常规账户的赤字也逐渐增加。2006年的8000亿美元达到了当年 GDP 的 5.99%， 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赤字。然而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的财政赤字急剧减少，近几年都是4000亿的规模，大概是 GDP 的 3%。 就美国而言，只要资金对美国经济仍然保持着信心，来自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会使得资本账户盈余足以继续支撑赤字。但是问题是，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的话，常规账户赤字的减少会导致美国作为一个经济体的消费需求下降，会阻碍出口国的经济发展。这一点尤其会影响将美国作为主要出口目的地的日本和中国。次贷危机的前2年，日本和中国的外汇盈余就占了美国赤字的 80%。日本的常规账户盈余在2007年达到了2121亿美元，为 GDP 的 4.9%。可见日本的经济绝大部分是靠出口拉动的。在上述美国国内环境变化的影响之下，日本的出口急剧减少，导致了常规账户盈余逐年急剧下降，到2012年已经只剩590亿美元，占 GDP 的 1%。GDP 构成随之发生了改变。如果将2012年和2006年的日本 GDP 相比，进出口的贡献减少了 3.6%， 而民间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增加了 3.5%。这种被迫萧条也影响了其他经济方面的构成，民间资产减少了 2.17%， 而政府消费支出则增加了 2.4%。经济结构看起来是从出口和投资主导模式转变为了消费主导模式。反观美国，进出口占 GDP 的比例从2006年的负 5.5% 缩小到了2012年的负 3.4%， 个人消费支出却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变化，占 GDP 比例从 67.1% 略微上升到了 68.6%。 这意味着消费作为美国经济的核心动力，远远比作为日本经济核心动力的出口在结构性和持续性上要稳定强大得多。即使美国的住房投资占 GDP 的比例从 6% 下降到了 2.7%， 运行和维持美国经济的动力依然安定，这会使得次贷危机对于美国的冲击最终只是一场短期衰退，而全球需求的变化所导致的日本经济收缩却可能是长期的结构性的。好在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也被迫采取了6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措施，这个数额比美国赤字的萎缩还要多了1000多亿美元。从全球经济的角度看，就使得日本得以维持原有的经济模式，成为了中国这场救市的最大受益国。但是2011年之后，中国已经不再需要这种刺激来维持增长，这表现在中国的常规账户盈余在2012年和2013年都略微有所增加。中国从日本的另一个出口市场重新回到了和日本竞争对美国出口份额的位置上。在这个全球经济需求波动的过程中，日本完全是被动接受，没有任何有效的积极对策。看似日本的 GDP 结构更健康了，但是实际上日本政府支出的增加，其中消费主要是在医疗费用，这更接近于一种自然的增长，而不是政策性扩大。而民间消费的上升也完全是被动的填补其他项目减小的惯性。直白地说，日本经济对应这次危机的主要通道是被动自我停滞，甚至缩小规模来换取稳定。因此将来回头看，这场次贷危机对于美国反而是短期衰退，而对于日本则是持续的结构性的收缩。日本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抗风险能力却如此的差，是因为日本的经济过于失去了公平。首先，有太多日本国内的负债所对应的资产却被资源的拥有者们转移到了海外，使得日本人所生产的这部分的价值并不能变成日本这个经济体的资源，而且日本政府也在扩大这个缺口。2012年底，日本的外部净资产约为296万亿日元，这是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
是第二中国和第三德国的2倍规模。实际上，自1991年以来，日本的这个数字就一直是世界第一。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内，这个数字高当然是好事，这是一个国家的储蓄。但是在流动方面，日本经济表现得很不理想。自90年代以来，日本的 GDP 就一直在缩小，储蓄要发挥作用，要表现在抗风险和资产运用上面。次贷危机已经证明了，日本并没有用这些储蓄抗风险的足够能力，而实际上，日本在资产运用上面的表现也很差。作为如此富有的国家，日本本应该有能力并购世界各国的主要企业吸收利润，但是实际情况是，日本的海外资产大部分都是证券投资，占了 55%， 而有进取心的直接投资却只占了不到 15%。证券投资也是一种被动的资产运营，可见日本的一切资本运作都是倾向于被动吸收结果。掌握日本资源的富裕阶层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开拓者们。进一步说，他们在日本国内成为资源掌控者的路径，可能并不需要开拓和发展的天赋。其实，在浮动汇率制度之下，日本实际上并不需要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现在日本政府和日本富裕阶级依然不知疲倦地将剩余资产用于海外投资，而这些投资的回报率却约等于海外的无风险回报率，决定了几乎不能将利润带回日本，甚至效率远不及将这些资本分配给日本人进行投资和消费。这些廉价的日本投资使得英美等国在外部净资产赤字的情况下依然维持着外汇收支，那么实际留给日本人的就成了负债。虽然这样说不太友善，但这就是实际的情况。日本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抗风险能力却如此差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在迅速的变老。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在1960年日本是 6%， 英国和德国是 12%， 美国是 9%， 而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美国是 13%， 英国是 17%， 德国是 20%， 日本则来到了 23%。 要知道60年代人口老龄化还被称为英国病，而现在日本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来到了当时英国的2倍。老龄化会影响社会整体的心态，老年人口多意味着资源流动少，意味着储蓄需求高。现在美国成为了大国中的年轻国家，他们维持常规账户的巨大赤字规模，意味着国内投资要超过国内储蓄，而投资正是牺牲当前的消费换取未来的消费的行为，这是年轻国家的常见做法。相反，像日本这样的老龄化国家则需要依赖过去积累的资产，这也是日本政府不愿意将庞大的外汇用于增长性投资或者是用于抵抗风险的原因之一。和养老金不足的风险相比，经济萎缩的风险对于日本而言是更可以接受的。日本政府预计到2060年，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达到 40%， 而后归于稳定。在这个新的稳定状态下，0到14岁的人口将占 10%， 15到64岁的人口将占 50%。也就是说，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每个人都要负担2个人的生活，这将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生存压力。日本将成为这个实验场。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到时候日本人是否还有意愿维持生育率，是一个很值得担忧的问题。如果生育率不能一直稳定下来，那就意味着0到14岁的人口无法维持 10% 的比例，那么日本的老龄化问题还会变得更加严重。日本作为一个庞大经济体，抗风险能力如此差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时代，依然无法摆脱重商主义的系统。日本人的经济制度和意识一直就停留在了60年代左右。泡沫破裂前的繁荣使得日本人没有改革的动力，而泡沫破裂的创伤又使得日本人失去了改革的勇气，以至于日本的经济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脱节。即使日本学界对于全世界的经济理论贡献颇丰，但是日本的制度和经济主体都还维持在60年代。这一点可以从日本管理学方面的落后看出。日本人至今认为，只有制造业能够在流动方面创造新的价值，而对已有资产和库存的利用仅仅是空转。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政府的资产回报率远远低于大部分国家，这部分只要有 1% 的提升，就能对日本的 GDP 增长贡献超过 1%。但是日本政府选择把钱存起来，然后不断地让年轻人承担更多的税负。在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体中，试图寻求制造业和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引擎是不合时宜的。试图重现奥林匹克繁荣时代的宣传风气，完全是在宣扬一种已经不再符合日本国情的投资主导型经济。老龄化和投资导向本就不可共存。现今日本经济如果想要成长，就需要采取流动和投资导向的增长战略，那么就必须增加劳动人口的比率，接受移民将不可避免。
而如果想要维持分配结构，那就必须要拒绝移民，就必须要尽快转向老年国家的经济战略。然而政策舆论依然坚定地认为，宽松政策不会带来真实的增长，其实他们只是在拒绝改革。同时，当涉及到现在最重要的移民政策时，日本的主流舆论依然是坚决拒绝。但是日本的年轻人是几乎不可能承受得住继续增长的生存压力的。现在同时拒绝宽松政策和移民，很可能导致数年后不得不同时接受二者，那反而会是更大的社会文化冲击和政策的不可控。凯恩斯曾有名言，阻碍社会进步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人们过时的思维。而对于日本而言，二者的阻碍都很急迫。怎么样呢？这些观点中，现在看来有些可能是陈词滥调，有些可能是已经应验的预言，有些则已经被时间证伪。但是我想，看待历史不应该只看一条单一线条的结果，而是要在事件和环境的检验中增加我们自己的判断力。正如我在频道简介中所写，俗往者顺，知来者逆，这正是旧文和旧观点的魅力。都看到这儿呢，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那么彼时彼刻，恰如